祁连山出现野猪克星马彪，吃野猪就像吃辣条，甚至敢和老虎叫板，凶猛程度让人震惊。单独出现的马彪或许只是老虎的盘中餐，而成群出现的马彪实力不可小觑。马彪如何高智商捕杀野猪呢？野猪前些年在我国多地泛滥，自从成为保护动物后，野猪的地位逐年上升，数量也逐渐增多。野生动物数量增加原本是可喜可贺的大好事，不仅反映出我国环境正在变好，同时也是我国动物保护工作得到成效的最好证明。但动物太多或是太少都不是好事。如今野猪在我国多个地区泛滥，对人类的生活已经构成了严重影响和威胁。野猪的数量虽然得以恢复，但它们对环境带来了更大的破坏。为此，我国部分地区颁布了杀猪令，可以在一定的期限内捕杀野猪。然而，野猪保护起来容易，杀起来难，除非是专业的猎人，否则很少有人能顺利猎杀野猪。在这过程中，还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。这个时候，就有人想到生物防治。既然人类无法对抗野猪，那么它的天敌呢？如果野猪天敌的数量增加，是否可以将野猪的数量控制在一定的水平呢？野猪并非没有天敌，但它的天敌都是老虎、豹子这些猛兽。这些动物在早些年前就已经销声匿迹，无法为消灭野猪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就在人们为此发愁的时候，祁连山出现了野猪的克星马彪。马彪的出现能否有效控制野猪的数量呢？野猪的泛滥不仅给人们带来财务损失，更恐怖的是它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命安全。此前，云南地区就有一位村民不幸遭到野猪的攻击，受害者是一位70岁老人，被村民发现的时候，浑身上下20多处伤口，连手指都被野猪咬断了。据老人回忆，他被撞倒在地之后，没有力气进行反击，只能任其撕咬。野猪在他的腿上、腹部以及胳膊上咬出了20多处伤口。幸运的是，村民们及时赶到，否则自己性命不保。云南这位村民的遭遇并非个例，野猪数量激增已经给村民们带来巨大困扰，奈何打又打不过，只能任其为非作歹。现在好了，祁连山区出现了马彪的踪迹，野猪终于也有克星了。马彪是一种犬科动物，外形看起来像是狼、狗和狐狸的结合体，体型比狼要小一点，体重只有40斤左右。这样的外形让它看起来十分软弱。以前人类还有过驯服马彪的想法，但马彪可没有看起来那么温顺，它们长着十分锋利的犬牙，咬合力极强，在狩猎时会用自己的牙齿咬住对方的脖子，可以直接刺穿对方的皮肤。它们锋利的爪子也可以在猎物的身上留下伤口。马彪的体型虽小，但这恰恰是它的优势，它灵活的身体可以躲避对方的攻击，同时趁其不备发起进攻。灵活的身体以及成熟的进攻策略，让它可以对抗体型比自己大很多的猛兽。马彪能成为野猪克星，除了自身条件优越、攻击性强之外，最主要的因素就是马彪是一种群居动物。单独一只马彪或许会沦为老虎或者野猪的猎物，但马彪基本上不会单独出现，一般都是10几只聚集在一起。他们会专门挑选猎物落单的时候，将其包围起来，进行长时间的追逐和进攻。一只马彪的行动已经足够灵活，这么多马彪围在自己身边，不断扰乱自己的视线，吸引自己的注意力，不管是野猪还是老虎，恐怕都无法抵挡这样的攻击。其中一只马彪会找到机会冲上去，将猎物的眼睛抓瞎。这样一来，不管对方的攻击性有多强，都只能束手就擒，失去反抗能力。马彪还学会了非洲二哥的掏肛技术，有时候也会悄悄尾随在野猪身后，将它的肛门咬破。这是野猪身体最脆弱的部位，在疼痛的作用下，野猪也没有力气进行反抗。马彪这时候会掏出它们的肠子，将肠子拉出体外，野猪最终会疼痛难忍，直接毙命。利用这种群攻的攻击方式，马彪不仅能猎杀野猪，还能围攻老虎，是一种机灵又狡猾的动物，完全称得上是野猪克星。不过，马彪生活在山地、丘陵，再加上它们的体型较小，外形又和狐狸相似，很少会有人注意到这种动物。而随着人类对环境的保护，相信马彪的数量会越来越多，到时候野猪的数量也会得到控制。